这一次，美国是动真格的了。就在2月4日晚间，美国邮政管理局突然宣布一个震惊全球的消息：即日起暂停接收所有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包裹，直到另行通知。这个突如其来的核弹级决定，让数百万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跨境电商卖家瞬间陷入绝境。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打击有多严重。根据美国邮政管理局的官方数据，2023年仅通过 USPS 渠道从中国寄往美国的包裹就超过3亿件，平均每天将近100万件。现在好了，这条生命线被美国一刀切断，数百万中国卖家顿时陷入断臂求生的困境。更要命的是，这次美国邮政的断供行动并非孤立事件。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川普刚刚签署了一份针对中国跨境电商的制裁令，取消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免税优惠。这两个重磅炸弹前后脚落地，简直就是要把中国跨境电商赶尽杀绝。有意思的是，就在去年年底，中国商务部还信心满满地宣称，2023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额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但现在看来，这个漂亮的数字背后或许暗藏危机。根据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有超过 70% 的跨境电商卖家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其中约 40% 的卖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超过 80%。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深圳一位跨境电商老板透露，我们仓库里囤积的货物价值超过500万人民币，全都是准备发往美国的。现在倒好，连个邮寄的渠道都没有了，这些货物只能烂在仓库里。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有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目前在广东、浙江等跨境电商集中地区，已经有大量卖家开始裁员止损。根据某人力资源公司的内部统计，仅深圳一地，过去72小时内就有超过2000家跨境电商企业发布了裁员通知，涉及员工人数保守估计超过3万人。更触目惊心的是，这波寒潮来得如此突然，很多中国卖家甚至连转型的机会都没有。美国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算上配套产业链，这次美国邮政的断供行动可能影响到中国超过1000万就业人口，其中约 60% 都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表面上看，美国邮政总局这次断供行动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物流政策调整，但细究背后，这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连环打。让我们来扒一扒这背后的玄机。首先，这次断供的时机选得太巧了。就在美国邮政宣布这个消息的48小时前，川普刚刚签署了取消小额豁免 de minimis 的行政命令。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2023年通过这个政策进入美国的包裹达到了惊人的14亿件，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中国。而这些包裹的总价值更是高达470亿美元。股市的反应最为直观。就在这两个消息接连爆出后，中国电商巨头们的股价应声暴跌。阿里巴巴港股重挫 5.4%， 京东更是惨跌 7.2%。据彭博社统计，仅仅72小时，中国主要跨境电商平台的市值就蒸发了超过300亿美元。更惨的是 Temu 和 Shine 这样的新兴电商平台。华尔街知名分析师在最新研报中直言不讳，这两家公司可能要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组数据。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place Pulse 的统计， Temu 和 Shine 的订单中，超过 85% 都是依赖小额豁免政策送达美国消费者的。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他们要么大幅提价，要么就只能亏本经营。提价是不可能的。电商行业资深分析师表示， Temu 和 Shine 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低价，一旦涨价，
他们就会立刻失去市场。但如果不涨价，每件商品可能都要亏损20%至30%。这对于利润率本来就很低的跨境电商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更糟糕的是，美国这次是有备而来。国会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公开表态，要推动立法永久取消中国商品的小额包裹豁免待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电商们别想着等风头过去就能东山再起了。有分析指出，美国这次动作的真实目标是要切断中国快时尚品牌借跨境电商渠道抢占美国市场的路径。数据显示，2023年 Shein 在美国服装市场的份额已经超过了 6%，Temu 在美国快消品市场的份额也突破了 4%。这让美国本土零售商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某国际投行的首席分析师在研报中指出，美国不会允许中国企业继续通过监管套利来获取竞争优势。未来类似的打击可能会越来越多。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电商巨头们也不是坐以待毙。但问题是，他们真的能找到出路吗？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手上的几张牌。第一招，建设美国本地仓储。这看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实际操作难度有多大？我们来算一笔账。根据物流行业咨询公司 Armstrong 与 Associates 的数据，在美国建设和运营一个标准仓库，每平方英尺的年成本至少在15至20美元之间。一个10万平方英尺的仓库，光是基础运营成本就要150至200万美元。而且更要命的是，根据花旗银行的分析报告，就算是 Temu 这样的巨头，其在美国的本地仓储能力也只能覆盖总业务量的不到 10%。第二招，转向第三国生产。但这真的可行吗？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究显示，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国家，至少需要18至24个月的过渡期，而且成本会上升25%至40%。就拿 Shein 来说，他们在土耳其和巴西新建的供应链，产能最多只能覆盖其全球订单的15%。更让人绝望的是融资环境。投行高盛的报告指出，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跨境电商领域的风险投资额同比暴跌 78%， 创下2017年以来的新低。没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往火坑里跳。一位知名创投机构的合伙人如是说。那些还在苦苦支撑的中小卖家们更是雪上加霜。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广东、浙江、江苏等跨境电商集中地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2025年2月前5天，就有超过5000家跨境电商企业申请注销。我们整个产业带都快停摆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位商户老板娘说，以前每天至少发100多个包裹到美国，现在可好，整个档口一天连10个订单都接不到。最新数据显示，这次危机的连锁反应正在迅速蔓延。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过去72小时内，跨境物流订单量骤降 68%。超过2000家专门服务跨境电商的物流仓储企业陷入停摆，相关从业人员的失业人数可能超过80万。产业链上下游受影响企业超过10万家。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可能只是噩梦的开始。花旗银行在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预警，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中国跨境电商行业2025年的总收入可能会萎缩 40% 至 50%， 直接导致至少200万人失业。这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危机，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某知名经济学家在接受采访时感叹道，过去10年，中国跨境电商的野蛮生长很大程度上是靠钻各种政策空子。现在这些空子被堵死了，
整个行业不得不面临转型升级的阵痛。但问题是，在全球经济下行、地缘政治紧张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商还能找到新的增长曲线吗？有分析认为，这次危机或将重塑整个中国外贸格局。普华永道预测，到2025年底，约70%的小型跨境电商将被迫退出市场，超过50%的中型卖家可能转向东南亚市场，仅有不到10%的企业有实力完成转型升级。冬天真的来了，而且可能会很漫长。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无奈地说：“但愿我们能活着看到春天。”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不仅摧毁了无数中国卖家的美国梦，更可能永久性地改变中国外贸的竞争格局。在这场生死存亡的大考面前，中国跨境电商能否浴火重生？我们拭目以待。